小游啊，你这是何苦呢？你不是一直想要你父母的遗物吗？玉佩给你了，你是不是也该为家族做点贡献？江浩那孩子肾衰竭，可就等着你的肾救命。凭什么用我的命换他的命？别做梦啊！动手！我的人生就这么完了？深渊猎手手册已绑定，姓名江游，属性隐，隐点1，位格10，隐点时开启隐士隐瞳能力。你这是获得金手指系统了？不管了，先离开这里再说。请完成任务，否则将被抹杀。什么？请在倒计时结束前猎杀一只异兽，失败或超时，宿主则将立即被抹杀，寿命剩余3小时。我靠！玩我呢！逼没装成，现在小命要没了。可用隐瞳检测阴影层入口。检测到阴影层入口，是否进入？进入。这是什么鬼地方？这就是阴影层被覆盖的真实世界。这是什么鬼东西？你确定我能猎杀掉它？隐纹珠，等级10，技能5，请宿主立即击杀。任务失败，宿主将立刻被抹杀。你个狗系统！反正前后都是死，拼了！已扫描出弱点。
获得银点+1，获得能力隐私，寿命倒计时暂停。妈的，书包还没拿出来。一群饭桶，连个毛头小子都抓不住。大哥息怒，在末世没有江家庇护，他迟早得回来求我。瞧瞧，我说什么来着？竟然回来了，那就把捐肾协议签了吧。今天不签协议，你别想走出这个门。我能不能走，还轮不到你做主。给我把他拿下！你是超凡者？下次再敢逼我捐肾，可就没这么简单了。查，给我查清楚，他是怎么成为超能者的？注册直播平台，分享猎杀记录，粉丝量到达1000万，可开启隐藏位格。我操，这特效牛逼啊！假的吧？现在哪有超凡者敢公开猎杀视频的？博主是学院寺大佬，求带！你现在在哪？自己去阴影层了？已安全归来，在图书馆复习。寿命倒计时开始，请宿主尽快完成任务。看来得再进一次阴影层。家人们，今天咱们来打假那个深渊猎手。大家看这里啊，光影反射角度不对，明显是 CG 合成。还有这个血条，市面上所有超凡记录仪都没这种显示方式，所以这就是个蹭末世流量的特效视频。支持地道，牛啊！打假好细节，打假还是得看地道，骗子取关了，都被打假了，骗子这一看就是假的。地道都实锤了，你还在装，在这骗谁呢？粉丝增长停滞，建议采取应对措施。应对措施有了。大家好，我是深渊猎手。关于特效质疑，我摊牌了，但接下来这段可没加特效。
质疑可以，但别耽误猎杀。哇，牛逼啊！你弟到那边过来，粉丝世界太真了。博主牛逼，这也太真了！那我求的。小子，你玩的挺大呀！晚上来我家一趟。坐。你的视频我看了，影丝能力是前行者位格的衍生吗？是的。知道为什么巡夜司禁止超凡者公开猎杀记录吗？不知道。第一，暴露能力会被异种针对性猎杀；第二，魔种组织专门吸纳野生超凡者，吸纳不成就会灭口。这条胳膊就是被一只五阶血种咬断的，所以别以为有点能力就能横着走。阴影层里一阶只是杂鱼，但我必须猎杀，否则……我知道。寿命倒计时，手册告诉你的。这套装备能帮你挡一次2阶异种的全力攻击。另外，巡夜所的架构你记一下，最高是司主，下面是战将，再下面是各聚集地巡逻使。谢谢李叔。别谢我，你账号粉丝快500万了吧？你可以继续发布猎杀视频，但下次视频把脸遮住。明白。稳吧，记得活着回来。对了，你那个隐藏位格解锁了没？还没，要1000万粉丝。抓紧。粉丝数480万，寿命倒计时开始。又得熬夜了。速度还挺快。该结束了。银点+6，当前银点10-10，获得新能力云爪形态。力量提升了。第一次进化，身体还有点不适应。寿命倒计时停止。该发新视频了。我操！鹰爪形态，博主是影系超凡者实锤了。这爪子特效比上次影丝还逼真。已关注，求博主开直播猎杀。粉丝数突破1000万，隐藏位格猎杀者开启。猎杀者不在猎杀中爆发，就在猎杀中灭亡。你是天生的猎杀者，攻击必定造成伤害。攻击必定造成伤害，这能力太强了。枪支、弓箭、毒药等外物类攻击除外，哪怕是神明也无法逃脱。藏匿于阴影的猎杀者，你的凶名越发广为流传，你将能获得越多意想不到的收获。斩杀，当猎物血量达到一定界限时，血条转变为猩红之色，你将能在猎物身上看到祭祀部位。攻击此处，你可发动斩杀，将猎物彻底抹杀。
斩杀血量视双方实力、能力、位格等因素影响。寿命倒计时取消，是否选择开启？位格觉醒猎杀者能力解锁，待探索。没了，这就完了。云海商场突发异常火情，疑似被偷人的隐藏职业所介入。瑶瑶，赢点+2。正好试试新能力。攻击必定造成伤害，不是防御。精神攻击无效，猎杀者位格的效果。江油，你怎么来了？别问，先出去再说。救命啊！那人是谁？能瞬间解决3只阿飘？记录眼下，上报。好的。你刚才那是什么能力？鹰爪，还有你的眼睛。这些以后再解释。瑶，你先回家。你呢？我的身份不能报，我还得处理点事儿。刚才那个操盘者你认识吗？不认识。车队，继续调查身份。江游是吗？江海出钱买你一条命。把你的位格秘密交出来，我们可以让你死得痛快。哼，好东西还真是贼心不死，有本事就自己来拿。别废话，赶紧动手！速度不错。你们配合的还挺默契。快杀了他！什么？你的刀质量也不行。别杀我！都是江海指使的，他出50万买你命。50万，我的命就值这点。别杀我！我把所有钱都
都给你。告诉我江海还说了什么？他说如果你没死，就找巡夜司举报你是一种奸细。滚吧！告诉江海再敢伸手，我亲自去惩罚。赢点+8。明日9点前往云海巡夜司分部参加资质检测，检测到你的天赋等级过于逆天，明天在资质检测现场是否选择隐藏？不，我为什么要隐藏？是啊，我好紧张，你醒醒啊！小友，你怎么一点都不紧张？本来有点，但是一看到你，突然就不紧张了。讨厌！现在检测开始。一阶下位，零级 D； 二阶中位，零级 B； 一阶下位，零级 A。下一位，陆瑶瑶。我的能力是甄嬛。陆瑶瑶评级5阶。下一位，江油。怎么没反应啊？就是啊，该不会被抬到这里？哎呦，我去！你看，6阶，是不是仪器故障？江油，你重新检测下试试。大周历史上从未有过金色天赋，这能量波动已经超过检测上限。什么？这么厉害是吗？客官，我可以下去了吗？江油，评级金色天赋。金色？那是什么等级啊？听说6阶就是传说，金色难道超越6阶？小子，藏得够深呢。教官过奖了。江油、陆瑶瑶等10人入选特训营，明日卯时报到。江油，你的金色天赋巡夜司会重点保护，但你必须隐藏实力，避免成为靶子。明白。另外，离我女儿远点。陆叔，这个有点难。我爸跟你说什么？他说很配你。胡说！为金色天赋拥有者江油启动 S 级保护协议。首先欢迎你们来到特训营，但是这里没有弱者，只有活下来的人。都看清楚了，这是能量分布图，战场上没有规则。实战模拟正式开始。发现弱点。大家别慌，瑶瑶，快用镇魂！
其他人攻击他四肢，限制行动。你谁啊？我们凭什么听你的？如果你不想死的话，就照做。所有人集中攻击胸口！那标志是什么？那是弱点，快攻击！他竟然一个人解决了！那金色标记是什么能力啊？不错，完美指挥团队协作，对弱点把握精准。江油，现在临时任命你为第1小队队长。是，教官。陆瑶瑶为副队长。是，教官。今天的仪式结束，明日5点开始正式训练。先走吧。刚才谢谢你了。不客气啊，下次记得听我指挥。你刚才挺帅。一直都很帅。金色天赋，猎杀者威格。数据已上传。2人一组，穿越模拟阴影堂，抵达终点，勇士最短者获胜。拖后腿别怪我。放心，哥带你飞。左前方3米，地面陷阱，踩中触发麻痹气体。那怎么办？看我的！小友，你准备，能不能让我有点准备啊？下次一定。那里就是终点了。我们走。江友，我用镇魂干扰能量节点。看我的！还能这样？快过来！我怎么过去？你故意的！意外。你作弊！考核结束，准备传送回起点。江油组第1。取巧而已。规则没说不让取巧。江油组表现最佳，利用能力特性高效通关，
你们记住，在真实阴影层没有规则，只有生死。好了，分解散。江同学，你的暗影行走很特别，能分享一下原理吗？商业机密。我是初阳集团研究员，对超凡能力很感兴趣，也许我们可以合作。没兴趣。初阳集团，我爸说他们风评不好。有意思。放心吧，我知道了。击碎对方能量核心即出局。禁止致命攻击，比赛开始。集中火力，先淘汰江油。人呢？用那个。你的全影没用。瑶瑶，镇魂最大输出，干扰节点。不可能！江油队获胜！耶！赢了！这一次是你赢了，但是我不服。关我屁事！江油，你别得意，下次我会赢回来。警告：阴影层异常波动，3阶血魔突破外围防线，正在接近训练口，所有学员请立即撤离。该死！3阶防御太强。教官，他的弱点在胸口，看到了，但破不了防。瑶瑶，快用镇魂压制他！加油！不行，实力差距太大了。教官，帮我争取3秒时间。要干什么？融合位格。这是双位格融合。对。
越阶斩杀3阶血魔，赢点加50，凶名传播度15%。警告：位格融合过度，冷却24小时。江阳，你疯了！双位格融合风险极大。不是啊，我们都得死。加油，你没事吧？别担心，瑶瑶，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下次千万别这样。好，听你的。啊！天哪，错在哪？江油，你太牛了，那可是3级啊！那金色标记是什么能力啊？秘密。危机解除，医疗队快来救人！今天的事我会如实上报。你的能力如今已超出特许营范畴。教官，我只想变强。我明白，但记住，你的力量是把双刃剑。双位格融合数据竟能达到完美。江油，你看什么呢？没什么，一只老鼠吧。走，补充营养去。江同学，不介意我坐这里吗？介意。江同学，你简直是个天才，双位格完美融合。你想说什么？你的数据对我们很有价值，我们可以提供资源，帮你稳定融合状态。江油，你千万别信他。陆同学，云海玄叶司的装备可有很多都来自初阳界，咱们这是互利共赢。你想要怎么合作？很简单，你定期来实验室做能力测试，我们为你提供定制营养剂和训练方案。怎么听起来我像是小白鼠？不，你是珍贵的样本。合同里有追踪符文，签了就会被监控。他们这是想控制你。可能更早。瑶瑶，帮我个忙。什么？查一下初阳集团最近的异常能量实验记录。我爸不会给我看的。那你啊，用你的权限偷偷查。被发现我会被骂死的。我请你吃1个月火锅。成交。江油，过来一下。总部对你斩杀血魔的事很重视，要给你嘉奖。什么嘉奖？一枚巡夜勋章，还有一次进入隐渊峡谷实战训练的机会。隐渊峡谷？那里是阴影层与现实的交界，一种秘籍，适合你这种实战派，但危险系数很高。去不去由你自己决定。我肯定去啊！3天后出发，带队教官是我。总部要给我嘉奖，1枚巡夜勋章，还有一次去隐渊峡谷实战训练的机会。3天后出发，宋清安带队。隐渊峡谷，我听说那里最近有异常能量波动。正好，去查查初阳集团在搞什么鬼。到时候我也去。不行，太危险。我的镇魂能帮你。你爸会杀了我的。放心，我偷偷去。那就随你吧。检测到火种组织能量信号，距离200米。火种组织能量信号持续移动，方向西北。西北是初阳集团的方向。我查到了，初阳集团上个月申请了9号实验体的转移许可，目的地是隐渊峡谷。9号实验体。
文件没写具体是什么，但标注了高危精神污染。林墨失踪前，竟然参与过初阳集团的实验。你怀疑9号和林墨有关？过去看看就知道了。等等，我跟你一起去。不行，我有权限卡，能进初阳外屋。到时候跟紧我。今晚要交货，都给我精神点啊！9号那玩意儿看着就瘆人。瑶瑶，用镇魂干扰他们。能量稳定度78%，可以转移了。老板，9号准备就绪，今晚送到影院峡谷。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那是唤醒神明的关键。他们在说什么神明？好像是火种组织的终极目标。林墨，这是被改造成了实验体。不能让他带走9号。等等，外面有更多人来了。结义的人到了，我们必须要抢下来。什么人？影魔，你是怎么进来的？笑我！阴影层可是我的主场，你这里怎么还有2只小老鼠？江油，有意思。等等，他的数据还没……数据不重要，尸体也要能研究。暗影冲击！加油，小心！太好了，干扰成功。若隐在标记处。江油，你是在给我挠痒痒吗？加油！烦人的虫子！加油，你没事吧？没事。难道林墨这是在求救？任务完成，该清理垃圾了。将有就绪灵，将有就绪灵。9号意识苏醒了。废物！江油，去死！
要走？容器里的东西是灵墨。追！火种组织和初阳集团果然是一伙的。教官，隐渊峡谷的任务我必须去。江瑶，愤怒会使人失去判断的。放心，教官，我明白。检测到残存灵魂印记，可解析林墨，前巡夜人，死于初阳集团神灵唤醒计划，灵魂被囚禁于9号实验体，保护许灵，阻止火种。瑶瑶，你帮我联系许灵。火种、初阳，你们一个都跑不掉。伤口不深，但影魔的暗影能量有残留，会刺痛。没事，我现在还好。手册在帮我激活这些暗影能量。影点92-105，血条67%。林墨的灵魂印记解析完了吗？解析完了，已经联系上许灵了，他在通讯室等你。你上没好。许灵等不了。江瑶，林墨他，林墨牺牲了，灵魂被初阳集团囚禁在9号实验体。我就知道他失踪前是初阳集团的项目有问题。什么项目？神明化解计划，林墨是核心研究员之一。他说集团在收集一种核心和人类灵魂，想制造一个可控的神明。火种组织也参与了。火种是幕后金主，提供技术和信物。林墨发现真相后，想举报就被灭口了。徐姐，你放心，我会阻止他们。江瑶，林墨留了一样东西给我，说如果出事就交给巡夜司。什么东西？在影院山谷深处的一个坐标献祭点，林墨说那里是火种准备大规模献祭污染物的地方，一旦启动，云海边缘会变成死域。徐姐，将坐标发给我吧。江瑶，你要小心贺天明。我知道了，徐姐。献祭点就是火种之前计划的升级版。对，他们还没放弃。瑶瑶，帮我准备装备，我要提前出发。可是宋教官说3天后。现在咱们可等不了了。贺天明和影魔逃走，献祭可能提前。那我必须和你一起去。这次不行，太危险了。我的镇魂能帮你屏蔽探测。江油，你又想搞什么？陆叔，火种要在隐渊峡谷献祭，坐标在这里。这个区域是阴影层能量节点，献祭会引发连锁爆炸，所以我必须去阻止。我派1队人跟你去，人太多会暴露的。那就你和宋庆明，再加上瑶瑶。爸，你的镇魂能掩护他们，但是记住安全第一。谢谢陆叔。你要是让我女儿受伤，我可饶不了你。快收拾东西，咱们1小时后出发。检测到献祭能量波动，倒计时6小时。根据坐标显示，献祭点在峡谷中段的一个山洞里。献祭时间还剩5小时。我们潜行进去，不要惊动异种。仪式准备的怎么样了？污染体都就位了，就等贺博士来启动。如果这次献祭成功，生命碎片就能苏醒。你他妈小声点，别被巡夜司发现。能量注入80%，再有1小时就能启动。老板，目前一切顺利。
江油呢？没发现，可能还没到。启动后立刻撤离，让污染物摧毁云海边缘。不能让它启动。我来吸引守卫，你们进去破坏法阵。去吧！一起！江瑶，你来的正好，一起献祭吧！怎样？用镇魂压制污染体。没用的，法阵已经启动。毒物有加深污染。贺天明，你疯了！人雷必亡，我这是在进化。弱点在标记处。江瑶，你找机会，我来牵制他。没用的，巨象可是免疫物理攻击的。腐化巨象，弱点精神核心位于头部。小样，用镇魂攻击他的头部。镇魂冲击！这怎么可能？不好意思啊，你的数据已经过时了。既然失败了，那咱们就一起死吧！快走，先杀巨象，隐刃必杀。零点加120，血条恢复至45%。贺天明跑了，还有那个法阵还没完全破坏。赶紧走，伤到他了。献祭阻止了，但贺天明带走了实验数据。没事，他跑不掉。江瑶，你伤得很重。零点212，警告，检测到神明碎片能量残留。神明碎片，贺天明可能带走了神明碎片。那怎么办？那先回云海，咱们从长计议。江瑶，游戏才刚刚开始。贺天明带走了神明碎片，必须要尽快找到他。国政组织残余势力可能在西岭聚集地盘。那我现在去西岭调查。不行，你的伤还没好。手册显示，我的能量已经恢复了85%。那也不行，神明碎片的能量太危险。爸，江油的能力能克制神明能量。陆叔，来不及了。侵蚀速率每小时1.5%，贺天明当前侵蚀度预估12%。也就是说，他最多还能撑3天。对，3天内他会变成怪物，或者被碎片反噬。好，我给你一队人。不用，人多打草惊蛇，我一个人去。江油，我跟你去。瑶瑶，你的镇魂需要修养。我已经恢复了。
好吧。贺天明手里的碎片，会不会是神明本体的部分？手册解析显示，是意识碎片，不是尸体。那更危险，它会蛊惑人心。我知道。血条92%。这次去西里，可能遇到火种残余。有你的镇魂屏蔽探测，问题不大。这次结束，我想休息一段时间。真的？开个书店什么的。谁要跟你开书店？我又没说你。江油，心理分布有异常能量波动，坐标发你了。出发。守卫不多，但屏障有探测功能。我用镇魂干扰。走。这地方多久没打扫了？初阳撤离后就没管。快了，再吸收一点，我就能掌控神明之力。他快撑不住了。现在动手。等等，看他要做什么。老板，碎片稳定了，可以启动第2阶段。很好，把碎片植入污染体，制造神符。不能让他得逞。陆博士，江油，你怎么找到这里的？你的侵蚀度太高，能量波动藏不住。那正好，用你的血祭献碎片。瑶瑶，压制他！你别过来！否则我引爆碎片。你引爆，自己也会死。那又如何？人类注定灭亡。不可能！碎片在反抗我。神明碎片不是你能控制的。加油，别碰它！手册能净化。检测到神明意识碎片是否吸收。
到底是什么怪物？我只是想活下去的人。活着不会放过你，老板是。谁呀？让开！赢点加80。你没事吧？没事，碎片能量被手册吸收了。火种的老板是谁？初阳集团的数据可能有线索。赵永成，他竟然还活着！他不是在深渊战争中失踪了吗？看来是假死。你大伯？这怎么可能？现在怎么办？回云海。现在？对，找江海问清楚。哼哼，江游，你终于发现了。来了，比我想的要快。我没想到名单上第二个名字是你。没错，我是火种组织的资金支持者之一。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为了活下去。10年前深渊战争，我亲眼看到神明吞噬了半个军团，从那时候我就知道人类是根本赢不了的。所以你就投靠了异种？这不是投靠，是合作。火种的理念才是未来。所以贺天明是你杀的？他自己控制不住碎片，怪谁？我不过是提供了情报和资金。献祭点也是你设计的？本来想着用你的血来激活神明碎片，可惜被你们搅黄了。不过没关系，赵永成那边已经准备好第2阶段了。什么第2阶段？强行撕裂封印，让神明本体提前苏醒。你疯了？那会死多少人？优胜劣汰，只有活下来的才是新人类。这些是赵永成送我的礼物，正好请你们品鉴一二。瑶瑶，你对付右边5个。好。结束吧。赢点加100，血条回升至65%。不错，不愧是金色天赋。但你以为这就完了？哼！这是我用神明碎片培育的神仆，也送给你当见面礼吧。
削弱攻击。好。原样，他的核心在胸口位置。该死，光环防御太强。哼，没用的，神仆免疫4阶以下物理攻击。这个呢？瑶瑶，全力压制他！圣魂血祭！怎么可能？神仆居然输了！吸收可恢复银点，侵蚀度加2%。现在该你了，酱油，你别过来！我手里有5个献祭点的启动密码，交出来！你放我走！你觉得可能吗？你再过来我就开枪了！你敢开枪，我保证你会死得更惨。我只是想活下去，用别人的命来换你活。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弱肉强食。那我现在比你强。赵永成在哪儿？我不知道，他只通过加密频道联系。那你就没用了。等等，我知道赵永成的弱点，他心脏位置有旧伤。瑶瑶，联系巡夜司把他带走。谢谢，谢谢。不用谢，你的罪，法庭会判。5个点会同时启动，我们需要分兵行动。我带队去北都点，我去西里。那我去东林。瑶瑶，这次可不是闹着玩的。爸，我的能力能压制神明能量，关键时刻有大用，相信我，爸。好，但你必须听江油指挥。现在的问题是赵永成，他肯定会在某个点现身。东林点能量波动最强，可能是主祭点。那我就去东林，不过我需要补充银点。仓库里有储备的异种核心。银点加150，侵蚀度加1%。赵永成的弱点，江海说的可信吗？半真半假，但可以试试。你的侵蚀度又涨了。没事，手册还能控制。如果最后控制不住呢？那就在我变成怪物前杀了我。你不许胡说！加油！东林点检测到能量飙升，疑似赵永成激活了献祭阵。好了，别纠结了，咱们该出发了。检测到宿主侵蚀度接近10%，解锁临时能力光环藤条。有意思。怎么了？手册给了个新能力，之后可能用得上。就你们2个，对付你，足够了。看吧，新式点的大门即将打开。大美深渊，大美神明，让我们来一起迎接深渊的注视吧！警告：神明投影降临，侵蚀度加速。瑶瑶，准备压制。
的精神威压太强，我的甄嬛被反噬了。是的，剩下的交给我。没用的，这可是神明本体的投影，你们有如蝼蚁寒树。是吗？正在启动光环藤条技能。你怎么会？这不可能！你的神明好像对我挺友好。你们给我上！零点加50。装神弄鬼，让你见识下什么是真正的力量。血条减10%。找到了。燃烧银点100，发动技能猎杀者标记。血条减15%。加油！结束了，小子！光环藤条还剩10秒。燃烧全部银点。耶！你不是喜欢神明能量吗？给你！不可能！你怎么能控制神明能量？因为我比你更懂怎么用它。现在该你了。神秘攻击锁定，无法规避，当前生存率0.01%。0.01%也是机会。发动之后一个，展开阴影场极限。加油！血条减75%。酱油，跟我一起死吧！管不了那么多了。检测到未吸收神灵碎片，可强制隐士吸收。发动隐士，侵蚀度23%，位格冲突加0。发动神灵能量模拟。
加油！你怎么样？瑶瑶，你快走，我控制不住了。我不走。你说过要一起开书店，你不能食言。检测到宿主位格冲突，启动紧急稳定程序。检测到高纯度镇魂能量，需外部辅助建立意识连接，分担侵蚀。需要怎么做？连接双方意识，分担侵蚀。好。瑶瑶，不要。瑶瑶，你们并没有赢，神明是不会放过你们的。加油！东林点能量消失，其他4个点陷阱中断，干得好！赵永成死了，但神明投影出现了。立刻返回云海，我们需要评估情况。收到。酱油侵蚀度20%，有趣。该死！这两股力量正在我体内打架。当前侵蚀度已达到20%，即将超过宿主承受的阈值，请宿主尽快获取 S 级以上精神稳定道具，否则将不可逆的向怪物转化。这是神力侵蚀，酱油，你到底怎么搞成这样的？陆叔，先救瑶瑶，我的事待会儿说。马上安排最高级别医疗通道。事情是这样的，5个献祭点同时启动，赵永成融合了神明碎片，神明投影来了。事情就是这样。事情我都听明白了，现在说说你自己，侵蚀度达到多少了？20，已经到我目前能够承受的极限了。我陆家有一块镇魂石，能解决瑶瑶当前的症状，也能压制你身上的侵蚀纹。目前东西存放在我家族禁地。陆叔，现在就带我去。别急，外人想用镇魂石，必须要通过血脉试炼，一旦试炼失败，轻则精神受损，重则变成白痴。你确定要试？陆叔，我想试试看。那就带上瑶瑶走吧。
江油，最后再问你一次，你真的想清楚了吗？陆叔不必多说，直接开始吧。凡人屈服于你内心深处的恐惧，区区一个幻影，还让我恐惧？难道我的恐惧就是永远杀不完的敌人？别怕，我们现在已经变强了。看吧，以后的你很强的，可猎杀神明。好小子，你竟然真的能通过试炼！小欧，你怎么变成这样？没事儿，你看这样多闷啊！你就贫吧你！你的侵蚀度只是暂时被压制了，以后要注意神明能量。陆司长，出大事了！西岭聚集地发生大规模异种暴动，疑似有火种残余在引导。陆叔，让我过去一趟吧。加油，我也跟你一起去。你们这种情况，我怎么敢让你们去？陆叔，现在我的光环感知是目前唯一能找出源头的人。那你们两个就一起去吧，记住都给我活着回来。爸，我会小心的，你就放心吧。
等到了之后，你负责用镇魂压制，小队成员负责牵制外人易主，大家切记千万别恋战。明白。明白。明白。瑶瑶，你的血条还没恢复满，血技最多用一次，用完你就后撤，听到吗？陆瑶瑶，我说了明白。祸根是那个东西。瑶瑶，上。好。锁定施暴。可恶！他的光环竟然能干扰我的猎杀者印记锁定。瑶瑶，快用镇魂压制住他身上的白色光环。好。镇魂血祭。弑神一击！瑶瑶，够了，快松开！瑶瑶，你怎么样？我没事。还要畜生，打我啊！这才刚刚开始。加油！平野圣羽12。终于抓到你了，隐士！
你的眼睛已经被侵蚀了。瑶瑶，我没事，至少我们赢了，不是吗？警告：宿主侵蚀度升至为33%。苍瑶，你要是真的变成怪物，我一个人怎么办？傻瓜，我怎么舍得丢下你一个人？在此之前，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苍瑶，你别碰他！你难道忘了我爸临走前特地和你说过的话了吗？瑶瑶，你说的我都知道，但是现在只有我有这个能力可以封印他。但是你的身体状态已经不能再承受更多的能量了。我自己遭罪，总比让更多人遭殃好。况且我身上有手册在，肯定会没事的。警告：宿主若吸收此核心，侵蚀度将突破40%，宿主将有67%概率当场失控，不可逆转怪物。苍瑶，算我求你了，你千万别碰他。我们带回去让玄月司去处理行吗？哈哈哈哈！江油，多谢你给我送来的核心。另外，我的老板让我给你带句话：游戏已经进入下一阶段了，你准备好了吗？今天有我在，你抢不走他的。哼，江油，你是拦不住我的。孟虎，怎么可能是你？你不是死了吗？死了难道就不能活过来吗？江油，你的礼物我很喜欢，咱们下次再见。该死的！江油，现在情况紧急，我们必须要尽快回去汇报此事。好，我们走吧。当年我亲眼看着他被神明一击吞噬，连尸体都没留下。没想到初阳集团竟然暗中回收了他的身体，进行了改造。这样就说得通了。赵永成是执行者，江海是金主，孟虎是打手，核心被夺，这是他们计划中的一环。孟虎的出现，说明火种的计划还在继续。赵永成负责外围执行，这个很明确了。但裁缝、时钟、深井这3个代号，我们在所有数据库里都查不到匹配信息。他们是比江海更早进入核心的人，他们的身份很可能连江海都不知道。那我们现在就去问问最清楚这些事的人。好，再去会会我那好大伯。哼。江油，看样子你现在的侵蚀度不低了吧？江油，你也快变得和我们一样了。少废话！你们的计划已经破产了，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你们太无知了，根本不知道我们老板的伟大。那你们老板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造神。来拯救这个被污染的世界。拯救世界？我们通过收集足够多的神明碎片，制造一个属于火种自己的新神。我们用神对抗深渊本体，打造属于火种的新世界。告诉我，那个老板是谁？你的老板是不是叫木神者？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代号的？我怎么知道的并不重要，也不是你该关心的。所有指令都是加密通讯传达的，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我曾经听赵永成提过一个地方，那里是火种真正的核心。那地方叫神眠之地。宿主当前凶灵传播度35%。
凶名传播度，这说白了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在想什么呢？我刚磨的咖啡，快尝尝看。你说，怎样才能让一个猎人的名字在最短时间响彻整个末世？你是想通过直播来提升传播度？不光是直播，是要展现我猎杀高阶异种的过程，全程直播不打码不删减。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这些被遮盖已久的真相。要是频繁动用能量的话，你的侵蚀度还能压制，只要不是透支使用能量就没事。总会有意外情况发生，到时候压制时间会更短。正是因为时间不多了，才要更快。瑶瑶，你帮我查一下，有没有新出现的高危阴影区？有，代号 A07 哀嚎洞穴，3天前刚形成的 A 型阴影区，巡夜司尚未安排清洁。那就它了，明天过去开播。知道了，我去准备直播设备。这个角度能看到全身吗？可以全身入镜，构图没问题。好的，那开始直播吧。大家好，我是深渊猎手，今天带大家逛个洞，顺便杀点东西。走，我们进去吧。我操，真是深渊猎手！前排合影，1级阴影区单枪匹马，你认真的？大佬没翻车了，我们还在看呢。哎，后面那个小姐姐是谁？这洞口光看就腿软了。慢放看不出来什么时候出的刀。666，这太牛了吧！深渊猎手，深渊猎手牛逼！刚才那个3阶热源信号会比2阶亮1个色度，你们以后自己进阴影区注意看头顶。大部分异种喜欢从上往下攻击。他开始教学了，记笔记，记笔记，注意看头顶，然后背到头是吧？以截图当壁纸。怎么黑了？信号断了，发生什么了？瑶瑶，过来看这个，这不是深渊文字。这是上古纪元守夜人文明的文字，早就失传了。没错，这确实是守夜人的遗物。这上面记载的是一种名为四象封魔阵的阵法。四象封魔阵，那是什么？我怎么没听说过？有什么作用？能确定是四象封魔阵吗？我在古籍库里见过这个名字，巡夜司现存资料里没有任何关于这个阵法的详细记录。上面记载需要4名拥有不同属性顶尖能力的超凡者共同驱动。这个法阵可以封印小范围的深渊裂痕，甚至可以压制神力，也是上古人类对抗深渊的底牌之一。太好了，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希望了。什么？上古人类竟然还有这种东西？现在火种在暗，我们在明。他们既然想造神，我们就必须得有反制的手段。江游，我现在以云海巡夜司司主之名，正式授予你准战将头衔，小队代号猎神。司主放心，保证完成任务。猎神，这名字不错，我喜欢。不是4个人吗？还有1个人呢。来了。代号幽灵，信息干扰与电子入侵专精，请多指教。幽灵是总部从技术部挖来的天才，能黑进绝大多数加密网络，还能在一定范围内干扰电子设备和能量探测。他的入侵测试成绩是技术部近5年最高的，第2名差他40分。欢迎加入我们，不过提前说好，我们干的都是玩命的活，你确定跟得上？我跑得不快，但我能让追你的人迷路。好，就冲这句话，我就相信你。幽灵，这是你的通讯器。信号瞬间满格。幽灵，你果然厉害啊！这都是小意思了。
这是你们小队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根据情报分析，火种参与势力最可能藏身的地点是北都废墟深处一个废弃的军事基地。你们的任务就是潜入侦查，摸清他们的动向和下一步计划。记住，能打就打，打不过就撤，活着回来比什么都重要。猎神小队第一次任务出发。这种程度的防火墙，应该能吃得下来。禽兽不如！跟我来。输出量很大，有多重加密，有5分钟。不好，我的入侵触发了隐藏警报。大家小心！江油，咱们又见面了。老板让我在这里等你，果然没算错。宋教官，瑶瑶，你们帮幽灵挡住异种，我去会会他。力气大了这么多，可惜上次让你跑了，不过这次可不会了。江油，你的能力我都清楚，老板把你的战斗数据全给了我，束手就擒吧，你没有胜算的。是吗？那他有没有告诉你，我的数据每天都在更新？这小子果然有古怪，这才多久就变得这么强了？看你的表情似乎很惊讶，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力量。我承认你很强，确实出乎了我的意料，但是你这点实力在老板面前还不够看。加油，数据下载已经完成，陪我找到了他们的下一个行动目标。这张地图上面记载着南渊深处有一处上古遗迹，传说那里埋葬着一位陨落的真神。小子，你找死！既然如此，那你们就一起埋在这里吧。基地自毁程序已启动，你们只有3分钟，祝你们好运。所有人立即撤，按原路撤离这里。数据完整性检验通过，还好数据都保住了，那就好。坐标初步确认，但那里是深渊污染最严重的区域，4阶5阶异种遍地，甚至可能有种王级的存在。这次我决定亲自带队，但光靠云还不够，最好能联合其他4个聚集地。一群鼠目寸光的家伙！
东晋说南渊的事不归他们管，西川说目前兵力吃紧，南山聚集地那个新上任的指挥官居然跟我说要等巡夜司总部发红头文件才肯出兵。那就我们自己去。当年我们大周立国也是一支孤军，就算没有援军，我们也能把这件事办成。不，我们不孤单。江友，你可以利用你的直播。深渊猎手终于开播了，今天不忘动了。这旗子是怎么回事啊？各位，今天不杀异种，我要给大家看一些东西。这是在哪开的？北都废墟那个基地。我不敢看了。这是巡夜司前战将。火种组织就是这一切的幕后黑手，这些都是出自他们的手里。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南渊的神眠之地，那里埋藏着上古神明陨落时留下的力量。如果他们得逞，末世将不再是异种和人类的战争，将是一群疯子用神来奴役我们所有人。巡夜司将远征神眠之地。我不是在征求你们的意见，只是告诉你们我们要去做什么。你们有血性的话，就报名跟上。10年老兵请求归队。我是2级，算我一个。我只是个1级，那算我一个。报名人数突破2万了，而且还在涨。军民传播度48%。这是我妈留给我的，希望她能保你平安。瑶瑶，如果我在神明之地时，没有如果，你之前答应过我要一起开书店的，你答应过的哦。江友，我破解了孟虎逃走前的一段加密通讯录音，你最好自己听一下。孟虎，东西拿到了吗？拿到了，很好。神眠之地的准备进行的如何了？一切顺利。记住，江友是我计划中最完美的容器，不要伤他性命，要让他完整的走到我面前。这怎么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怎么会是他？是他亲手把我养大，教我做人。江友，你先别激动，你看着我。我知道你现在很难接受这个事实，所以我们需要去调查真相。现在就要去找他问清楚。江友，你先别冲动，这样我们会打草惊蛇。不要那么多了，现在我只想知道真相。看这样子，人早就走了很久了吧？小游，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在神眠之地了。没错，我就是你一直在找的牧神者。10年前，我亲眼看着你母亲被神明吞噬。他是那个时代最天才的研究员，他相信人类可以战胜深渊，但他死了。从那天起，我就明白，人类是根本赢不了的，只有成为神，才能保护想保护的人。所以我创建了火种，策划了这一切。所以我创
结了火种，策划了这一切。江海的贪婪，贺天明的野心，赵永成的疯狂，孟虎的忠诚，他们所有的都是我棋盘上的棋子，而你小游是我和你母亲最后的希望。再来，穿上。记住，在阴影层别让人看到你的脸。滚吧，打不过就赶紧跑，记得活着回来。手册是根据你母亲的研究笔记制作的，它认你为主，是你母亲的选择。你是唯一能完美融合深渊与神明力量的容器。跟我来神明之地吧，小游，让我们一起成为新世界的神。为什么？江游，你冷静。瑶瑶放心，我现在很冷静，我会去神明之地，我要当面问问他，为了这个疯狂的计划，我妈的命算什么？我的命又算什么？这个直播把火种老底都掀了，谁不想来踹两脚？瑶瑶，你护住主力部队，把他交给我，相信我好吗？这畜生力气还真不小，这东西看样子只是头大但脑子小。真好，猎杀者标记扫了3遍，竟然找不到明显的致死部位。当前银点消耗过快，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的银点消耗的太快了。不过现在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让我看看你的血条尽头在哪里！还没完了是吧？在西岭吞了多少人？你在北都养了多少怪物？老子今天就把账一笔一笔的给你算清楚！你给老子死吧！侵蚀度40%，侵蚀度已经40%了，比上次又涨了不少。你怎么又乱来？说好的让我们相信你呢？你就说我赢没赢吧，别哭了，这么多人看着呢。下次你敢再一个人乱来，就用智魂把你钉在原地。这是深渊吞噬者，上次在北京出现过，当时一个整变连花了2个小时才磨死他。你用了多久？当时我没看时间，大概几分钟。这家伙的能量波动不对劲，他不是野生的，应该是被人从深处驱赶上来的。看来是深渊里有人在阻止我们接近神眠之地，这恰恰说明我们来对了。接下来的污染度只会更高，让所有地接战斗人员做好防护准备，不行就提前后撤。
长官，我脑子里全是声音，好多声音在撑住，别听那些声音，咬住舌头。这里的污染浓度太高了，屏障只能撑住，驱散不了。我们必须得尽快通过，我撑不了多久。传令下去，全速前进，不要停，扶住扛不住的，一个都别落下。所有电子设备全部失效，这里的能量场完全隔绝了外界信号。我感觉到了一股很浓烈的神明能量残留，就在深处。我的老天爷，这是什么鬼东西？那3个凹槽的能量读数，在设备失效之前我看了一眼，单个峰值就超过了深渊吞噬者。所以吞噬者只是看门的，这里才是正主。你比我预想的早了3天。李寻光，我妈的命，还有我这条命，在你眼里到底算什么？你母亲她是我这辈子最爱的人，她的死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所以你明白了什么事？人类在神明面前只是蝼蚁，要保护想保护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成为神。所以你就创建火种，搞人体实验，害死林木，利用江海，把所有人都当成你的棋子。这是成为神必要的牺牲。小优，你不懂。我亲眼看着你母亲被一道神明的目光扫过，然后灰飞烟灭。那一刻我就发誓，不要再经历那种无力感。这个法阵是我和你母亲当年共同研究的纯工具，它可以收集神明碎片，造一个可控的新神。所以那个容器是我，也只有你从小被手册改造，才能承受得住融合。小优，让我们一起成为新世界的引领者。我们可以在新世界里保护所有人。保护？我看是用恐惧统治吗？我不是你的容器，我是来杀你的人。那就让我看看，你这些年都学到了什么。那就睁大你的眼睛，看好了！看什么呢？我来会会你！来，几个人跟我去破坏法阵。是。太慢了，江友，你的所有数据手册都记录过，而手册是我设计的。那我就再记录一下。加油！镇魂血祭剑。就是现在！嘿，弑神一击！很好，比手册数据预测的还要强。果然，实战才是最好的催化剂。但是很可惜，你这样还不够。江油，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融合。
不好！老板终于大成了！哈哈哈！老板，你去吧，这也算是有价值的牺牲了。所有人向我靠拢，撤离这里！快跑！幽灵怎么样？接着，你们的数据能对付他，你们先别管我。走！你们带人走，我来断后，这是命令。快走！小友，那些碍事的人都走了，现在我们可以完成仪式了。悠悠，你也走。江友，我说过我是不会走的。我妈说过镇魂石能镇住一切邪念，保护好重要的人。现在我最重要的人都在这里。 같아요 아무 이유 없이 눈물 나는 날에는 그대 찾아가고 있네요 이렇게 해줘요 悠悠，你在干什么？去吧，我的力量只是暂时借给你了，记得要回来还我。悠悠，燃烧所有未得之力，对神明目标造成一次真实伤害，无视所有防御。 你说过要一起开书店，你不能食言。悠悠，对不起，书店可能要你一个人开了。小友，你感受到了吗？这就是极致力量，来加入我吧。李迅光，你教过我很多东西，我依旧记得一件事。 那就是不能向命运低头。这一击是替我妈，替林梦，替所有被你当成棋子的人。大蛋！你做到了，小友。
你比我强。苏云，现在我来找你了。警报！警报！手册已损毁，无法启用。怎么这么冷？瑶瑶，你醒醒，我们马上就能回家了。有人听得到吗？赶快过来救人啊！病人目前生命体征微弱，但还有救，需要立刻送回云海。马上安排装甲车。你要再坚持一下，我们马上就到。玄野司的血库为了救他已经调空了2次，手术非常成功，外伤已经全部修复，但他透支了全部镇魂之力，精神力几乎枯竭，能否醒来要看他自己的意志了。什么叫看他的意志？深度昏迷没有确定的苏醒时间，快则几天，慢则一辈子，是这个意思吗？将有你的能力没了，威格破碎了，我现在连一只1阶异种都杀不了。这是在爆炸发生前，我跟主力撤退时发现的，里面有你母亲素云的全部研究资料。什么资料？手册的完整设计图，还有关于位格本质的核心理论。位格本质？位格并非固定不变的力量，而是能量的一种特定排列方式。你母亲的研究证明，位格在物理层面可以被解析重组，也就是说，理论上，你的手册它可以被修复，甚至被重塑。全球各地阴影层监测站都传回异常数据，所有阴影层的能量波动在同步增强。上边显示的振幅收窄成同一个频率，这意味着什么？世界范围的能量不再是随机的了，有东西在同一时间把它们都唤醒了，而且这个频率和神眠之地关闭时释放的能量波动完全一致。这么看来，应该是李寻光想唤醒的那个东西醒了。你的状态没事，我能控制。位格本质上是生命体意识对特定能量频率的共振模式。所谓的觉醒，就是意识找到了那个频率；而所谓的天赋，是灵魂本身携带的固有频率。固有频率？固有频率其实每个人都有，只是大多数人的频率终其一生都不会被激活。今天我打开了一道微小的时空裂隙，非常小，只持续了不到1分钟。裂隙的另一端传来了声音，是婴儿的啼哭声，很微弱。我将裂隙稳定住，把孩子抱了过来。他身上带有天然的暗影亲和力，皮肤上泛着微弱的暗影纹路，还没有完全成型，像婴儿的胎记一样淡。我给他取名江油，希望他可以像江水一样
自由自在地游过所有险阻。如果有人看到这篇日记，请记住，他不是怪物，他是我的儿子。瑶瑶，我今天看了我妈的日记，原来我是被她从深渊的那一侧救回来的。李寻光他可能也真的爱过我吧，只是他被仇恨和恐惧扭曲了。看了我妈的研究，我要去建立全新的魏阁了。如果可以成功，我就不再是任何人的容器。瑶瑶，瑶瑶，你醒来好不好？醒来骂我，说我乱来，说你不同意。李寻光的仪式虽然失败了，但造神计划还是被启动了。神明本体被江油的神陨一击惊动。现在他把江油判定为最高威胁目标，正在从沉睡中苏醒，向云海移动。还有多久？按照当前能量凝聚速度，72小时，误差在正负2小时以内。我们的时间不够了，怕是来不及准备充分了。来得及，但我需要一个法阵，就刻在云海正上方的地面上。李寻光的法阵原理是什么？本质上是能量引流，把深渊能量从地底引导到地表，然后注入一个指定的承载容器。好，那我要反其道而行。当神明本体破土而出的时候，我会站在法阵中心，用它的能量重塑我的威力，主动吸收。神明本体的能量等级远远超过任何人类能承受的极限，大概是神韵一级的100倍以上。你会被能量直接气化。我手上的位格已经碎了，全人类没有第二个人能打出1级神韵。不这样做，72小时后，云海会变成第2个北都废墟。如果必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那还是我来做吧。3天之内，我把全云海的工匠和符文师全部调给你。这一段的能量承载量是核心区域的1/3，刻浅了扛不住，刻深了会裂。每一道误差不能超过0.3毫米。我这辈子都没刻过精度这么高的法阵，之前刻的都是民用级的防护阵。那就从现在开始刻，你手下那条线，后天要扛的是神明本体能量冲击，你抖一下，整个法阵就从你这炸。明白。不对，第7环东侧的第3段弧线曲率偏离了半毫米，是不是工匠出了失误？不是刻刀的问题，是地面本身有微倾，那一整段全部磨平重刻。半毫米，影响大吗？后天这道弧线要通过的能量，是深渊吞噬者全力一击的上千倍。如果能量从这里溢出，半个广场的人会在一瞬间被气化。你说影响大不大？手刺还是用不了吗？江油，
我要在这里看着他。妈，你当年从裂缝里把我抱出来的时候，你当时是不是也像我现在这样，明知道可能会被能量撕碎，却还是把手伸进去了？瑶瑶，你也要保佑我。这就是神明本体吗？妈，你留的公式我全背下来了。重塑位格需要能量共振，祝我一次成功。那就来吧，看看是你先把我气化，还是我先把你给吞干净。凡人尔敢如此！你晕过去，记住我是谁。我是容器，我是江瑶，是苏云的儿子，是陆瑶瑶的搭档，是云海的准战将，不是什么神明的附庸，我是深渊猎手。星位格已重塑，深渊之主。我看到了你的线条。这一切替所有被你夺走家园的人而战！我们胜利了！全球阴影层持续消退，异种活动增至历史最低，5座聚集地宣布联合重建计划。瑶瑶，这本末世生存指南放哪了？放门口当镇店之宝，让所有人都看看。写这本书的人现在在卖书。陆老板，请问店里招人吗？包吃包住就行。你有什么特长？会杀神。这特长在我这儿没用。你会不会做饭？会煮泡面。勉强合格，试用期100年，干不干？当然干。那小子还真开起书店了。
敬深渊之主，敬和平，敬和平。看你这都就是走出来。是吧？我这一身怎么也打不开始，不错。突然有点紧张，手都在抖。以前总想，谁会娶一个整天泡在阴影区、嫁妆是块发光石头的姑娘？这块石头救过上万人的命，而江油娶你，也只是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陆瑶瑶。那爸爸先出去了。一个扣子扣了5分钟，结个婚你紧张什么？谁紧张了？那你手抖什么？昨晚梦见我妈了，她说我穿围裙比穿战甲好看，给我整的没自信了。都语无伦次了，还说不紧张？给。各位，今天不签命令，无不防线，就一件事，给我女儿办婚礼。今天我的身份只是一位普通的父亲，这么多年我这个父亲不称职啊。许多时刻我总想跟他说，瑶瑶，你别撑了，一切有爸爸担着。但是我不能说，就是因为她是我陆南风的女儿。但是今天，她找到了那个值得她托付一生的男人。有请今天的新郎，江油。江油，我问你，你能像他护着所有人那样护着他一辈子吗？会的，以后我会给他撑起一片独属于他的专属屏障。请新娘。Giving you all my love, and as long as you stay with me. 今天在所有和你们并肩作战的人面前，在我这个把女儿交出去的父亲面前，请开始你们的誓言。江油，你愿意娶陆瑶瑶，给她到生命的最后吗？我愿意。瑶瑶，你愿意嫁给他吗？愿意一直在他旁边支持他吗？我愿意。这顿呀，比当年任何庆功宴都香。是啊，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加油，这孩子没让我们失望。大家今天吃好喝好。加油，
这是我们东境的特色菜白头偕老鱼，我代表东境，祝愿二位白首同心。谢谢。这是南山新培育的绿螺，净化亲情用的，送给你们。我记得你。我替妈妈来瞧瞧救了所有人的哥哥姐姐过得好不好。现在你看到了。来，我们一起敬新人。敬新人，干杯！这些年来，我送走过很多人。以前我总在想，这些牺牲图什么？今天我终于知道了，图的就是有一天能在太阳底下去参加我女儿的婚礼。来，各位，我们一起举起手中的酒杯，我们一起替没能活到今天的人好好活，好好爱，好好开书店。敬活着，敬和平，敬永有希。江油，你怎么又在偷懒？瑶瑶，我只是午睡一下。本店2件镇店之宝均不卖，除非你讲个笑话把我老婆逗笑。